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痴迷住民宿，设计的很好的，或者服务很好的，或者理念很好的，他就发了9份这一个。当时其实我都不知道在9份，后来他查到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上回说台湾那个民宿在哪里？他说在9份。我这2天我们正好要去9份，就让他们给我订了以后，从那天满怀期待，很高兴啊，想要去住，但走到以后其实有点傻眼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在整个9份的不在那个核心区，是要走到旁边这个山坳坳的这一边，然后还要爬个差不多5分钟的山路，两边全是草，就石板路，就这么宽，一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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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上去。然后那天找了很久，联系那个管家，好，他就给我们指路，怎么走，到哪里接我们，车怎么开。到那里以后他也不下来接我们，一般像民宿，好的民宿或者像台湾这些，他都会到门口接你啊，帮你拎行李啊什么的，然后他也不接，我要往上爬，转过一个弯才看到他站在那里。因为那个房子是在一片森林里面，半山腰独立的，就一栋，周围都没有房子。然后他就远远站在那里，穿了一身白色的裙子。当时你大姐就说，妈的，像那个山村古诗里面的感觉，就在那里一身白。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应该都下午了，太阳都快下山的时候。然后进去以后呢，他又跟我们介绍，它是一个独栋楼，以前那种2层楼的房子。然后他把1楼过去的客厅就改成了一个小厅，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浴缸。2楼呢就是一张床，一个书房，都是连通的，然后卫生间就这样。他那个1楼到2楼呢，不能从房间里面走，必须要从外面的楼梯才可以上去。然后那个门其实就很诡异，它是2道门，还是一个台湾著名的那个林宗勇设计的，刘若英都去住过，但我估计刘若英只是去喝个下午茶，在那儿拍拍照，肯定不敢在那里住。然后他第1道门开了进去，然后就是可能有个10级左右的台阶，这样一个通道，就是一个通道就上去，那里又有1道门。然后2个门之间呢有那么粗的麻绳，上面一串都是铃铛，就你开下面这个门开关，它这个铃铛都要响，开上面那个门一开关，它那一串铃铛也要响。然后上去以后，他跟我们讲这个面包机在这里，然后有送了1瓶红酒，还有矿泉水，还有一些小点心什么的。讲完了，他要走了嘛，然后我们呢就要出去吃饭。幸好我是说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外面也没有路灯，也没什么，待会儿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我就把那个楼上楼下灯全打开了。在9份很奇怪哈，它过去呢是一个矿区，就是它这个铜矿里面有含一部分的金。所以当时我还有买一个它的那个酒精灯回来，铜的，插得很亮，然后就感觉金光闪闪的。然后这个地方过去就有很多矿工死在这里，肯定有矿的地方就会发生矿难嘛。因为9份称为小山城，就像重庆洪崖洞一样，它是依山而建的。然后在那个山顶上呢，跟下面的建筑呢，你其实远远看去是一样的，像别墅一样，花花绿绿彩色的瓷砖啊什么的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那个很漂亮，那些是什么房子？他说那个不是房子，是墓地。就他们墓地都很大嘛，对吧？不像这么小小的，像这间屋子那么大，甚至还有更大的。然后上面全部贴瓷砖，贴得很花的这种。因为这个坟墓是主要在这边，房子在另外一边，其实那个背后还是有很多坟的，就是以前那种孤坟。就可能是矿难死掉的矿工就随便埋了，或者无人认领的就随便埋了。就我们那个房子肯定还要往后几十米哈，当然我也没有往后去看了，因为我听他们那个管家跟我讲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5点多出去，就沿着那条路我们就找吃的嘛。过去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家都有很多人，太多人呢我又不想等，有的没人的呢我又怕不好吃，所以就找了以后，我们就决定还是倒回去吃刚刚看的有一家。结果我们走到头往回走的时候，很多店就开始关门了，就6点多7点钟就开始关门了，因为我们5点多出去的嘛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关那么早？然后就连问了好几家，他说我们这边4、5点就吃晚饭了，差不多7点就打烊关门了，我们都不会开到很晚的。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有一个人隐约聊天，我就猜到应该是可能他们这边太晚了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或者会遇到一些什么，所以他们那边人店铺都关得很早。
然后后来我们去了一个就叫九份茶馆，还蛮有名的，在网上也很出片，就后来才知道它是九份医院来改的。所以我进去再有几个房间我就觉得不舒服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就后来才知道它是过去了九份医院，然后改造就文创嘛，改造成了茶馆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哈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它为什么那个里面全部要用炭火，就生阳气啊，你就每一个屋子，就夏天去哦，每个屋子都凉凉的，就一把风扇就够了。然后它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茶台旁边它都有一个炭炉，所以它都不用电烧水，都是有炭炉烧水然后泡茶。然后晚上我们就吃了东西，就喝了几口茶，就赶紧回去了嘛。越走越没人，到后面根本就没有人了。就回那条道上的时候漆黑，就只有拿着手机打着这个手电，这样看着脚下的路，这样走回去。当走到第一个弯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了嘛。因为那个房子前面还有7棵可能200-300年的那种大古树，你们可以想象脑补一下那个画面，在一片荒野，就微弱的那种暖光，若隐若现的在那个半山腰，跟鬼屋真的没有区别，我跟你讲。但怎么办呢？那么晚。因为司机回到台北了，他要第二天下午才来接我们，然后所以当天晚上我又给他发讯息，我说你明天一早就来接我们吧。然后他那个卫生间也很奇怪，他整个卫生间有一面都是落地玻璃透明的，还好有一个那个百叶窗可以关下来。洗完澡我也因为走了一天坐车什么也累了就睡觉，那个床呢是铁床，然后还会有一点点声音，翻身的时候。它的床头柜呢是那个一张铁板圆形的，然后可以旋转升高降低的那种桌子，板凳都是医院实验室可以螺旋升降的那种凳子。然后我就睡了呀，然后你大姐就半夜就一直迷迷糊糊，后来到了4-5点，我就觉得不对，因为总觉得有人在那儿晃来晃去，因为它木地板嘛，就感觉像是我很小心的在走路，但是呢码不准哪一块这个地板不平整或什么，他就哇吱嘎叽就踩到一下，然后你就会很烦。那你晚上你想在那个大山里面很安静的睡觉，其实我们听高音就像听唱歌听高音我们都 OK， 但是如果是低频高音你就听着很刺耳，就很难受，就会让人脾气很暴躁。在那种安静的时候有这种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下，时不时传来一下，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脚的那一头，一会儿在那个角落，就很烦。哎呀，我就迷迷糊就一直睡不好，那个气压就很低，就感觉不对，我就感觉房间里还有人，我又不敢说，我说我怕把他吓到嘛。结果呢他也没睡着，因为就有一个小孩一直在撩他的头发，因为睡觉嘛都把皮筋取掉，就这样睡，就把头发给他这样撩下来就搭到脸上，就一直这样。他又很生气，因为我也教了他一些咒语啊什么，他就练，但是他们估计怨气比较重哈，还有他可能能力也不够，就没有走掉。早上我们应该5点多吧，天就开始有点蒙蒙亮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累，就很耗阳气，就他出了很多汗，然后其实我也满头大汗。有一次那个小孩就到我这边来了，因为睡觉我都把这些都取掉了，我就伸手拿乾坤圈，我要摸嘛，因为我眼睛不想睁，我就摸一摸，因为那个它是铁板，那个乾坤圈是银的，就刚好就发出声音，在那个铁板上就很刺耳。那小孩一下嗖的一下就感觉就想跑到那边去了，我想你再过来我就要拿乾坤圈打你，结果他又没来。后来5点多天快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很累，我就起来去坐那个窗边休息。他就累得不行了呀，他就在床上躺着。天亮了他就问我，他说昨天晚上这房间是不是有2个人？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有一个小孩一直在撩我头发，然后应该是小孩的妈妈站在他的背后，他妈妈应该还可能示意小孩去拉小孩，就让他不要去弄。其实我过去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提问，他说师父你能量那么大，阳气那么足，为什么他们还敢来？你们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疑问然后我先把刚刚讲完留个悬念。然后你大姐说是不是有2个？我说我现在告诉你，都上车了嘛，后来我们退房走掉。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是3个。还有1个在哪里？在我的床头的这里对过去，差不多有一个2米多一点的一个通道，
就延伸过去就是书房，然后靠窗的地方呢，他就做了一个像榻榻米一样的，应该有个1米宽的样子，然后在那个上面还睡着一个男的，我估计应该是他这个小孩爸爸，应该是这一家人，我不知道是都死在这个房子里还是怎么样，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走掉了。我一说完他就毛骨悚然，说你为什么刚才不讲？我有讲的必要吗？我讲的只会让你更惊吓。所以我们本来是要住3天2晚，结果后来我就让先跟那个司机我说去给我退掉，然后我们上车才想，为什么他里面要送1瓶红酒，就让你喝得二晕的，然后就睡了，就不容易被发现。然后呢，这个房子呢，应该是10年左右还是0几年，这个林宗勇就买下来了。他原本是想过这种隐居生活的，比如说周末啊或者偶尔去住一住，但是我看估计他不会去住的。然后他们有人提议说下次让我带他们去，因为他那个房间床只有1个，然后窗边一圈都是那种连着榻榻米都可以睡人，然后我们就去个7、8个人在里头，然后晚上再看看还来不来，好不好玩。然后我回到刚刚他们经常我讲故事他们就提问题嘛，过去我也有点纳闷，后来终于再有一次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一起，他就点名了，我想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他们是来找我帮忙的，是想我带他走或者送他离开或者超度他的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其实他也没有干什么，人家就站在那里，他也不敢怎么样，但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我在那里他为什么都敢来呢？所以其实他们没有恶意的，它只是一种存在。你说，除了刚才那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们不是说，就是像道长本身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在某个环境，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住，我进去可能会人不舒服，但不舒服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稍微处理一下，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待得舒适一下。那比如说像我们吃个水洒一洒，或者点根香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对，但是遇到有的怨气很重的，你这个处理就处理不掉，它已经在里面很久很久了。你那个说法呢，只是就相当于他已经感冒很严重了，吃1次药肯定不行，或者说吃1次药就好像还没有效果，所以他这种的话就需要一个系统的法事去度他们。因为你想他一家人都在里面，他肯定就不是，哪怕用鬼来形容，他就不是一般的鬼，他就可能有太多放不下太多执念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点根香或者撒一点米撒一点水，这样他是走不掉的，还是会在里面。对，而且我一般情况出去住我都不会去做那种事情，我觉得和谐共生。当然也许可能就是因为我见得太多了，或者如果他不听话我也有办法处理，我根本就无所谓了，习惯了。我也精力有限啊，你不可能我遇到了我就要去度也要度有缘嘛，对吧？我一般不会去怎么样，顶多就点根香，他懂得就懂了，该走的走，有的不走的他就是为了想我帮他。但是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把这个小独栋买下的那个人，就知道那里发生了很多矿难，为什么也没有去就找专业人士来处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他找了没有处理掉，没有送走。就好比有的人生病了，我也吃药了，我也治疗了，但是可是还是治不好，或者就没有遇到对症的药啊。还有的呢，他可能想着我不要去住就好了。因为你想为什么房子不要空太久？你不去住，就会有其他去住。我们这个浩瀚宇宙当中有太多我们看不见的、摸不着的未知的东西，眼见的不一定为实，没有看见的不一定没有。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就是要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事，多积功德，积功累德嘛，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子孙后代都是一样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能量就会强很多，你的福报会培福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呢，就先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、互动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